出车遇到车祸，车上掉落的7吨猪肉被附近村民一抢而空。我爸还在医院等钱救命，求你们把肉还给我！一个大妈过意不去，帮我把剩下的3吨搬回了车上，而她的丈夫却骂骂咧咧：“你咋证明那是你的东西？来来来，进来看看，哪块猪肉上刻着你名字了？你抢了我东西还这样嚣张？啥叫抢？这是老天爷在照顾我们，谁捡到就是谁的。”无奈之下，我报了警。可接下来面临的是漫长的调查取证期。最后，我妈因为没钱治病走了，老婆也带着刚过100天的女儿离开了我。我是个新手司机，第一次开着大货车给人家送货，一路谨小慎微，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了，却被后面一辆半挂车追尾，很多货都翻下了高速，有的箱子摔破，露出里面的猪肉。事发地点刚好位于某个村口。地里的村民呼朋唤友前来看热闹，大部分心善的村民招呼着帮我搬猪肉，而有的人却浑水摸鱼，偷偷把整箱猪肉扛回家，现场一片混乱，我嗓子都喊哑了，就是没有一个人听我的。有个老大爷甚至想捡走掉下的车门，我拦住不让他拉，他还笑我傻。你这后生咋这么憨？车都散架了，你还护着他作甚嘞？还是赶紧去盯着你车上的肉吧。就在我无可奈何的时候，他的女儿跑过来拦住了他。爸，抢别人东西是犯法的，咱们不能这样。大家都在拿，我不拿不是吃亏了。听到这话，我眼前一黑，求助的看向他的女儿。他当机立断拿起老大爷3轮车上的喇叭，站在车上对着村民大喊：“各位乡亲，抢猪肉是犯法的，请大家尽快将猪肉归还。”在他声嘶力竭的喊话下，这场闹剧终于被制止了。交警赶到现场后，认定后方追尾车辆全责。此时，村民早已散去，现场只留下一片狼藉。仅仅半个钟头，将近7吨猪肉就被一抢而空，每箱猪肉大概50斤。这2年猪肉价格贵，直接损失将近30万。保险公司的理赔员说没有相应的理赔依据，表示只能对剩下的3吨猪肉做折价理赔。他很同情我。小伙子，不好意思啊，我这边只能帮你这么多了。你要不去求求村民，看他们能不能把货还你。我拨打了110，出警的警察当即带我一起去村子里调查取证，尝试找回货物。村里人一向老实巴交，胆小怕事，有警察出面，我的货应该能找回不少吧。警察却不太乐观，他表示参与哄抢的人太多，取证存在很大困难。我的心瞬间就凉了一大截。这个村子距离高速公路只有2分钟车程，眨眼功夫就到了。警察找到村长，向他说明情况，请他帮忙做村民们的工作。村长一点都没感到意外，很明显是已经听说了。他问警察同志，这也搞不清究竟哪些村民参与了，咱总不能挨家挨户搜吧？我瞬间又挤出一身汗，用村委会的大喇叭广播一下吧。喂，村民们注意了啊！村口的高速公路上发生了车祸，货车上掉下来很多猪肉，谁要是捡上了，就尽快退还到村委会来啊！村长拖着长长尾音的声音听起来特别亲切，我心里又升起一丝希望。我们村的大喇叭也是这样广播的，大家都是普通农民，都不容易，也许他们能够体谅我的难处呢，能还多少算多少，只要能尽量减少损失就可以了。毕竟我揽下这单生意时，货主就说得很明白，从货物上车那一刻起，我就要对车上的货物承担所有责任。为了避免麻烦，他还白纸黑字写了一份协议，并找中间人见证，一起按了手印。警察见我魂不守舍的，直接在大喇叭里开始普法，劝哄抢的村民能主动退还猪肉。可半个钟头过去了，却没有一个村民来。想到家里嗷嗷待哺的孩子，想到还在医院等我拿钱去救他的老妈，我心里充满了绝望。警察也很无奈，眼下这个情况，他也无权挨家挨户搜查。他建议我去村里跟村民好好说话，看看能不能追回一些。村长带我进了村，村长敲开第一家门，里面出来个老大娘。大娘面目和善，一看就是个好人。我眼睛一亮，大娘，刚才咱村口出了车祸，车上掉下去很多猪肉，您家里有人捡到了没有啊？我眼角余光无意间瞥见村长疯狂地冲老大娘使眼色，老大娘没注意到，高兴地告诉我捡上了，我儿子运气不好，就捡了一箱，不过白捡的，我也知足了。后生，你捡到没有啊？我松了口气，陪着笑脸道：大娘，出事的车就是我的，您能不能把肉还给我啊？是你的，可我儿子是捡的，又不是偷的，凭啥要还你不还？我把警察同志之前普法的内容简单讲了2条，一听不还猪肉还可能被拘留。老大娘一屁股就坐地上，拍着大腿干嚎：是我捡的，不关我儿子的事儿，你们要抓就抓我吧！天杀的，我活了70年，就没听过捡个东西还犯法呀！那么多人都捡了，你不找他们就找我，就是看我老婆子好欺负。村长一摊手，我怕被大娘倒讹一把，不敢再多说，赶紧又往下一家赶。第2家出来的是个大姐，一看见村长带着我就要关门，村长赶紧拦住她。大姐狡黠的笑笑：试问捡着猪肉没有吧？我家运气不好，没捡上。村长敷衍地道：走，去下一家看看。第3家出来个中年男人，他不仅大大方方承认捡了一箱猪肉，还笑眯眯问我：你咋证明那是你的东西？来，进来看看，哪块猪肉上刻着你名字了？这不是耍无赖吗？我急了，你抢了我东西还这样气粗，啥叫抢？你嘴巴最好给老子放干净点，这是老天爷在照顾我们，
谁捡到就是谁的。要不是看在村长的面子上，老子可就对你不客气了。我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大哥，我求求你，我买车贷了20万，还得赔人家30万的货款，我妈还在医院等着救命钱呀。男人笑了，你赔不赔关我屁事儿，又不是我让你贷的款。至于你妈，她遇上这种事儿，那也只能怨她命不好。滚！难得老子今天运气好，别在我家门口嚎，晦气！我爬起来就要报警，都承认了，我不信警察会没法治你。不就是拘留几天？有本事你就让警察来抓我呀！村长给他使个眼色，一把拦住我。后生，你仔细想想，你说你看见有100多号人捡你的猪肉了，对吧？咱们这样算，假设有140个人参与了，7吨猪肉分摊到每个人头上就是100斤，按批发价算，大概是2000左右，对吧？我咬牙切齿，刚才警察不是说了，超过2000就得承担刑事责任了。村长轻蔑一笑，我那是平均，你咋知道他们每个人到底捡了多少？可能有的手快捡了好几箱，有的手慢年纪大就捡了1箱，对吧？关键我们村500多户呢，我不能挨个带你去问一遍吧？他每说一句，我的心就凉一截。刚打算再试着问几家，街口忽然冲过来个40出头的女人。你就是那个出事的司机吧？她喘着粗气问。我看着她，整个人都有些麻木了。女人抓着我衣服直嚷嚷，你的东西掉到我家地里，把我家庄稼苗都踩坏了，你得赔我。说着竟开始挨个摸我口袋，我几乎都要气哭了。又不是我踩坏你家庄稼，明明是村民们踩死了庄稼，你找他们赔去啊？为啥找我？我妈还等钱救命啊！我管你那么多，反正你得赔我。她是个女人，我一个外乡人怕惹上麻烦也不敢碰她，硬是让她从口袋里掏走仅有的1000块钱。村长叹了口气，认命吧，年轻人，努力个几年也就挣回来了。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可事到如今我知道，再说什么都没用了，这些村民是铁定不会还我的。我宛如行尸走肉般走出去一截，忽然听见女人向村长抱怨，你也不去，就靠我跟儿子才抢了3箱。我一愣，这才反应过来，原来他们竟是2口子。出了村，我忽然注意到路两边有不少简易窝棚，小木门上挂着木牌，上面歪歪斜斜写着卖葡萄几个字。车被送去修理厂，警方认定对方必须合理赔偿我停运期间造成的损失，修理费、停运损失这2项都由保险公司赔付，对方完全没有意见。可折旧费不在保险理赔范围，对方坚决不同意赔偿，还骂我是想钱想疯了。警方说我可以起诉，不过他也说了，因为没有相关法规参考，法院一般不会支持，就算赔，数额也不大。我只好自认倒霉。货主那边不仅让我尽快赔偿，还说要停止跟我继续合作。我在电话里求他，哥，你也知道，我妈还在医院，老婆又刚生了孩子，家里实在是紧的不行，您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可他说，车撞得那么厉害，谁知道猴年卯月才能修好，我可等不起。我再三低声下气的央求，他才说了真话。原来像我这样第一次出车就遇到这么大事故的车，他觉得不吉利，为了尽量减少麻烦，所以就不想再用我了。我欲哭无泪，车严重损毁，要彻底修理好，起码需要1个月左右。车修好后，保险才会赔付。我只好先回家。老婆见我神色不对，一直问我是不是出啥事了。我怕她心里一急，回了奶，也不敢将实情告诉她，只说出了点小状况。可一连好多天都没见我出车，她早起了疑心，眼见瞒不住了，我只好实话实说。老婆哭了，这可咋办？家里欠上一屁股债，没有1分钱收入，你妈还在医院等钱救命，我这日子没法过了呀！实在没办法，我只好跟她商量，让她先回娘家住一阵，等事情处理好了，我再接她回来。我又去了医院看我妈，我姐在医院伺候我妈，一看见我就迎上来。你咋才来啊？赶紧交钱去吧，医生说已经找到合适的骨髓了。我苦着脸讲了我的倒霉事，我姐瞬间就蔫了。这可能就是她的命吧。从确诊到现在，我妈已经病了整整8年。这8年里，原本富裕的家底全部被掏空不说，还欠了一屁股外债。我爸打着好几份工，去年再也挺不住了，突发脑溢血去世，生活的重担就都压在了我一个人身上。我咬着牙，贷款20万，又凑上老婆结婚前攒下的10来万，买了辆大货车跑运输，实指望先赶紧给我妈挣点医药费，再慢慢还借亲戚的钱。谁知这么倒霉，第一次出车就被撞，连货都被抢了。我厚着脸皮又去找姨姨舅舅，想再借点钱给我妈移植骨髓。他们苦笑着说，小伟，不是我们不帮你，我们自己也上有老下有小的，实在是没那个能力呀。他们让我再在网上筹一次钱，之前我妈住院交不起治疗费，我已经筹过1次了，人家网友的钱也是钱，我不容易，谁又容易呢？我没脸在网上筹钱，只能不停地催保险公司的理赔员，对方却说他也只能按程序来。3个星期后，车总算修好了，保险公司的赔偿也终于到位了，可我妈终于没挺过去。就在赔偿款下来的前2天，她彻底解脱了。丈人丈母娘来祭拜时，委婉地劝我主动跟老婆离婚，我含泪同意。老婆跟我是自由恋爱，当初她顶着家里的压力，不要彩礼，不要3金嫁给我，
帮我照顾我妈，出钱支持我搞事业。可我又给了他什么？我不能再拖着他不放。望着我妈的遗像，我心里满是恨意。剩下的猪肉定损后，加上停运损失，总共理赔了8万多。我用零头简单安葬了我妈，剩下的8万赶紧还了货主，欠他的22万。我陪着笑脸求他通融一下，我会尽快去拉货，每个月最少还他1万。货主听说了我家的事，叹了口气道：算了，否极泰来，你已经这么倒霉了，应该要转运了吧？我正好有批货要送，你去吧。车刚开回来就有了业务，我一个大男人差点都激动哭了。帮他送货的间隙，我又揽点零碎业务，1个月都舍不得歇一天，只盼着赶紧赚钱还清货主，还清这些年欠亲戚家的钱。这每一份善意都绝不能轻易辜负。至于那些埋在我心底的恨，我更不会轻易忘记。忙了3个多月，立了秋，眼看葡萄该大批下来了，我借了辆小车，直奔微山村，也就是当初出事的那个村子。路边的葡萄地里都是忙碌着的村民，偶尔有几个村民抬头看我一眼，也早认不出我了。我把车停在路边，主动找人打招呼：大叔，您这葡萄啥时候能下来？两鬓斑白的汉子笑道：后生，你想买啊？快了，最多再有半个月就能摘了。你要多少？我环顾一下四周，大喇喇地问：您有多少？汉子马上就来了兴趣，他停下手里的活儿，笑眯眯地问：来，坐下聊聊。你要多少？我这半亩地打理得好，能收1000多斤。要是不够，我可以再给你问问别人家。我们全村咋也能收200多吨。他面容和善，热情洋溢，我一阵恍惚。出事那天，不知道他有没有抢我的猪肉。具体得看品相，看价钱。您打算卖多少钱1斤？汉子忽然露出一脸狡黠的笑。这我可说不来，收葡萄的还没来呢，谁知道他能出多少钱？你打算出多少钱？看着老实巴交的，还挺滑头。我早打听过了，收葡萄的前几天就开始往地里跑了。不过今年葡萄丰产，价格上不去不说，还不好卖。他不先透底，无非是想把握主动权，利于讨价还价罢了。见我俩聊得热火朝天，旁边地里的村民也都围拢过来。你也是收葡萄的？一个中年男人开口，我一眼就认出他来，就是他，曾经指着我鼻子臭骂，才几个月他就忘了我了。我笑笑：大哥，你家有多少葡萄？我家多，说说吧，你能出多少钱？卖谁都是个卖，价格合适就卖给你。老婆舅舅家就是开葡萄酒厂的，我暗中托他侧面打听了一下，他们今年的底价是多少。我看着面前的男人，别人都喊他赵大龙，我问：你想多少钱卖？赵大龙眨巴着一双金光四射的小眼睛，不答反问：你想多少钱收？老婆舅舅家今年出价1斤1块8，他们算是比较大的厂家，底子大，他舅舅人又善，才没有把价格压得很低。可那些二道贩子绝对出不到这个价，周围密密麻麻围了几十个村民，这个时候拼的就是心态，谁先沉不住气，谁就先输了。我一边跟赵大龙对视着，一边竖起耳朵听村民七嘴八舌的讨论。原来赵大龙家的葡萄地是全村最多的，别人家都是一半种菜，一半种葡萄，只有他家除了自家半亩地，还白占了别人家1亩空地，一起下来怎么着也能收5000斤，因为产量最高，他也最在意价格。至于其他人家，都是跟着他要价。我心里冷笑了一声，临时改变了主意。今年葡萄多，不好卖，这东西还不好保存。赵大龙终于憋不住了，有人出1块8，你能出多少？王八蛋，还想蒙我？跟酒厂不一样，二道贩子都是左手进右手出，全靠差价赚钱，他们肯定会拼命压价，能出到1块6就了不得了。我笑笑，不紧不慢的道：我也出1块8，你卖不卖？别小看这2毛钱，只要数量够多，也是不小的一笔钱。比如赵大龙5000斤就能多挣1000块，我不信他会不动心。赵大龙摸着下巴打量我，过了好几分钟，终于开口：好吧，留个电话。等等，他还没说完，有人忽然拨开人群，死死盯着我道：大家千万别相信他。原来是村长，没想到他竟还记得我这么个倒霉蛋呢。大家千万不能相信这个人，你们可能不记得他了，我可记着呢。他就是那个拉猪肉的啊！是他，他不会是故意来骗咱们的吧？是你，是我，咋的？怕了？赵大龙双手叉腰，又摆出那副穷横的模样来。怕个屁！货在老子手里，到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他能骗走个毛线？好像在说服别人，又好像在给自己打气。对嘛，拿货前不得先交一笔定金吗？其实我原本的打算是亏几千块钱定金，坑他们一大把。得知单是赵大龙家就有5000斤葡萄后，才临时改变主意，打算从内部分化瓦解他们。村长眯起眼瞅我：你一个跑车的，哪来的渠道卖葡萄？老狐狸，我淡淡的怼他一句：这你就不用管了，商业机密。那你能要多少？我们村的产量可是附近最高的。村里就是这样，一户养鸡赚到钱，马上就会有其他村民也养鸡，接着就是附近村子开始跟风。就像种植葡萄，最先就是从微山村开始的，没几年，附近好几个村就都开始种植了。只不过别的村相对比较分散，没有形成微山村这样大的规模。这么大的产量，想顺利卖出去，卖个好价钱，可不是容易的。我看着村长，其实你的担心也不是完全没道理。我回去的时候反正空车，就顺便拉些葡萄卖，所以说一次也不敢要太多。你也知道，上一回那事儿我可是赔了几10万呢。村长有些不自在，赵大龙却忽然插嘴：小子，
你耍我们呢？老子可把丑话说在前头，少于10吨可不是这个价钱。贪婪的家伙，我就不信种了好几年葡萄，他会对今年的行情完全没点逼数，1.8块还是10吨起价？我笑笑，我懂。有赵大龙带头，其余村民也赶紧凑过来，争着抢着要把自家葡萄卖给我。我一一把他们的名字、葡萄产量都记下来，核对无误后，正式约定葡萄一成熟，他们就马上联系我。我需要在拉货前2天通知他们采摘，至于定金，则统一转给赵大龙1000块钱，拉货时抵一部分货款。一户大概有1500到2000斤的产量，10吨也就是2万斤，不过是10来户人家的产量。更何况，光是赵大龙一家就有5000斤，有些村民家没轮上，顿时就急眼了，扯着嗓子喊：后生，把我家的也收了吧，我家才2000斤，还长得好。后来闻讯赶来的村民就更没戏了，有人悻悻的道：咱不眼红他们，过几天说不定有人出的价更高。就是，之前咱们可都抢过他的货，他能不记恨咱？这搞不好就是个陷阱。比葡萄还酸。赵大龙瞥了我一眼，看得出来他心里其实也在犯嘀咕。村长适时站了出来，打着官腔道：葡萄还没大批量下来呢，以后有的是机会嘛，大家别急。呼啦一下，一帮人把村长围在了正中间。村长昂着脑袋瞥了我一眼，他不傻，在场的村民也都不傻。物以稀为贵，货多不值钱，任何商品的价格都由供求关系决定，尤其是这种不好保存的农副产品，一个不小心就烂在手里了，再来多少2道贩子也指定给不出我这个价了，除非是我老婆舅舅家那种有一定规模的酒厂，偏偏人家还大多都有固定的供货渠道。我离开的时候，以赵大龙为首的村民前呼后拥，目送着我钻进小汽车里，那目光亲切的像在欢送亲人解放军。车都开出去老远了，我扭头一看，一帮人还站在原地，有人见我回头，忙挥手致意。他妈的，还真是有奶便是娘啊！我心里暗骂一句，心情却比来时更好了。半路上，老婆打过电话来，江小伟，你没抽风吧？我嘿嘿一笑，安慰他没事。前几天托他打听葡萄收购价时，我没敢说自己是想设局坑微山村村民一把，出心里这口恶气，便借口说自己想顺便贩卖葡萄挣点钱。但老婆根本就不信，老婆哽咽道：江小伟，我们的孩子还这么小，你可别胡来。他知道我心里的恨，也还记挂着我。那一刻，我重新感受到了久违的幸福。我再次开着大货车到达微山村时，赵大龙早带着一群村民等在那里，见我来了，马上就都迎上来。赵大龙松了口气：老弟，你可算是来了，别人都说你是耍我们呢。妈的，不一口一个老子了，我又成他老弟了。我扬眉一笑，大不了你们卖给别人，或者摆摊零卖去呗。赵大龙捶了我一拳：你小子说的容易，没人收，光靠零卖不都烂家了？亲热的让我怀疑我们之间从来都没有过什么仇怨。我没有收购水果的经验，好在村民们对这一套流程熟悉得很，装箱、过秤、计数、装车，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最后一步是算账、结款。村民们里3层外3层，把场地围了个水泄不通。我擦把汗，开始算账结款。赵大龙在旁边帮忙，第一笔结的就是最初跟我闲聊的那个汉子家的1300斤，总共2340。钱转到他手机里时，他高兴地冲我竖起了大拇指。围观的村民一脸羡慕，个个眼红的想要吃人。终于结清了最后一笔账，我累得瘫倒在了驾驶室，歇喘几分钟，准备返程。没想到车子刚发动，7、8个陌生村民忽然拦在车前，他们个个眼神狠厉，像一匹匹饿狼。小江，你得答应我们，改天再来收我们的葡萄，要不你今天就别想走出这微山村。另外几个村民跟着他一起嚷嚷：要是你有本事就从我们身上开过去。好吗？本想用利益挑唆他们狗咬狗，没想到竟会引火烧身。他们不敢惹赵大龙这个刺头，倒转头来对付我这个收货的金主，脑子简直是被水泥糊住了。我们好心没抢你的猪肉，你却没有优待我们，反而恩将仇报，先去收他们的，你的良心就不会痛吗？就是。我去，看来我还得给他们颁发个良民证呢。良心，他们居然还有脸跟我讲良心！我的手紧紧抓着车门把手，强迫自己克制住想冲出去跟他们好好理论一番的冲动。这群疯狗，他们眼里只有自己的利益，只有自身利益受到损害时，才会跳出来讲公平、谈道义。可是当我的利益严重受损时，他们谁又站出来主持公道了？因为不想管闲事，甚至更可能是因为没能从中获利，他们选择集体保持沉默。就这样素质的乌合之众，又怎么可能心平气和地跟我谈论是非曲直？跟他们讲道理，简直就是对牛弹琴，浪费唾沫。我拿起喇叭大声道：你们就别给自己戴高帽子了，你们是没抢上，是不想抢吗？人群忽然一片死寂。过了好一阵，有人忽然开口：瞧，他心里其实是记仇的，对吧？30万的货，搁谁不记仇？我看了一眼车外的赵大龙，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杂种刚从我这里劫了9000多的货款，如果他不想把路走死，明年还想继续从我这里赚钱，他应该知道怎么做吧？就这么僵持着也不是个事。我大早上4点就开始装车送货，直到现在，除了喝水尿尿，整整10个小时，连饭都没顾上吃一口呢。我按喇叭，有个村民弯腰捡起小石子，使劲砸向我挡风玻璃。我下意识向旁边一闪，惊呼出声。好在赵大龙终于行动了，他走过去，笑嘻嘻地问：“你们干啥呢？人家小江可帮了咱们大忙，你们咋能这样恩将仇报？”高个男人冷哼一声：“说的比唱的好，他给你们出了个好价钱，又没要我们的，那能咋办？人家就要这么多，总不能留下我的，先卖你们的吧？”赵大龙脸上仍挂着笑，声音里却透出阵阵寒意。“我这样说了吗？神经病！”高个男人黑着脸道。“你骂谁？”赵大龙扑过去，一拳砸在对方脸上。高个男人痛得吱哇乱叫，另外几个村民连忙上去拉架，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们拉的是偏价。其余几个卖给我葡萄的村民，还有另外2个长得很像赵大龙的男人，把那几个人团团围住，现场顿时一片混乱。眼看着一场群殴就要开始上演，我在心里喊：“快点呀，还他妈是不是爷们了？”磨磨唧唧的，村长忽然冒出来：“住手！大家冷静！干啥呢？成天净干些没脑子的事儿，有话不能好好说。”说着，仰头看着车里的我，皮笑肉不笑道：“小江啊，你收了大龙他们几家的，其他人家有点情绪，你也要体谅一下嘛。”眼里却都是幸灾乐祸。我故作茫然看着他，心里却在飞快地盘算，他不会是要逼我赵丹全收吧？我不由得心头一颤。首先，我这趟的主要目的是利用收购葡萄挑起他们内部矛盾，并不是真想一直搞水果批发。其次，微山村年产200多吨葡萄，就算我有心搞批发，也没有那么多资金收购，更没有现成的销售渠道。为了顺利把这10吨葡萄推销出去，我已经跑遍了我们全市的水果批发市场，别人1斤赚1块，我只赚7毛，我都担心自己搞低价竞争，会因此得罪其他供货商，被人家下黑手呢。我正琢磨着，村长发话了：“小江，有句话你应该也听过吧？不患寡而患不均，你要么就都收了，要么就一家的都别收。”我假装为难的挠挠头：“村长，我实在吃不下这么多，您说咋办？要不把大龙他们几家的都退回去？”赵大龙和另外那几个村民马上就不干了。赵大龙厉声喊：“不行，拉出来的屎哪能再塞回去？买卖已成，谁他妈都不能反悔！”我一脸为难，重重的叹了口气：“哥，你以为我不嫌麻烦啊？”哎，赵大龙握紧拳头，死死盯着村长：“村长，是不是没收你家的？你有点看法？”我一脸为难，重重的叹了口气：“哥，你以为我不嫌麻烦啊？”赵大龙握紧拳头，死死盯着村长：“村长，是不是没收你家的？你有点看法？”村长一摇脑袋：“大龙，你也太小看我了，我家才有多少斤？我可是堂堂国家干部，大家信赖我，把我推到这个位子上，我就不能辜负大家对我的信任啊！要不是我亲眼见过他在我面前装死，纵容他老婆从我口袋里掏钱，我还真就信了他的鬼话。”赵大龙逼近一步：“那你就给句痛快话吧，到底想咋的？”村长清清嗓子，大声道：“这次就这样算了，只要小江答应以后不再到咱们村收葡萄来就成。”“啊，这不是自断财路吗？村长，就为了一碗水端平，就不让人家愿意高价收葡萄的来了？就是嘛，现在又不是大锅饭那个时候了，还能这样搞？”村民们议论纷纷。其实事情发展到现在，但凡有点脑子的都看出来了，村长就是在挑唆村民闹事。我摸着下巴寻思，村长挑唆的比我还积极，到底图个啥呀？赵大龙冷笑一声：“村长，我要是不同意呢？”“大龙，你糊涂啊！小江他收不了多少，却搞得人心不齐。你再想想，咱们村的人抢了他那么多猪肉，给他造成几10万的损失，他反而出高价来采购村里的葡萄，他的险恶用心简直就是明摆着嘛！平常你脑袋瓜也好使，这回咋这么容易就被他收买了？”赵大龙一把揪住村长的衣领：“村长，你少往大家身上扣帽子，东西掉在地上那就是无主的，谁都捡的，啥叫抢？”“哦，我想起来了，前年你婆娘捡了人家钱包不还，你咋一点动静都没有，就知道装糊涂？”村长面红耳赤，指着赵大龙你了半天，却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还有，我们收的钱可是卖葡萄的合法收入，啥叫收买？你再敢胡说，我就去告你诽谤诬陷！反正我是一心为了大家。信不信由你们。村长理屈词穷，撂下一句话就拨开人群，灰溜溜的走了。原本挑头闹事的几个村民见他走了，你看我，我看你，也都散了。我看得津津有味，心里暗自寻思，村长真就是担心我借机报复他们，才不想让我继续进村收购吗？事情显然没有这么简单，这里面八成有啥猫腻。赵大龙敲敲车窗，咋的？不会是吓傻了吧，兄弟？你别听他瞎说，买卖自由，他管不着。我装出一副害怕的样子，默默的点头，同时意味深长的看着他。赵大龙眨了眨眼，猛然灵魂开窍，骂骂咧咧道：“他妈的，无利不起早，这背后肯定有啥猫腻。”我冲他挥挥手，一踩油门，吹着欢快的口哨，一路疾驰奔向家乡。很久都没有过这样好的心情了。村长果然不干净。赵大龙说：“老弟，你知道吗？村长这老小子
这么多年了，他竟然背地里勾结二道贩子，故意压低收购价。比方说去年吧，人家本来出2块，他硬生插一腿，让人家给村里人报价1块8，另外2毛钱都落到了他个人腰包里。二道贩子要是不同意，他就找借口不让人家进村。他可真黑啊！1斤2毛，200多吨，他从中得抽多少啊？我故意刺激他，赵大龙又骂了半天，我夸了他半天，问哥，你咋发现的？电话里，赵大龙得意一笑，其实那天我就起了疑，多留了个心眼儿。后来就安排几个信得过的村民守在村口跟村长家附近。二道贩子一进村，还没见着村长，就让我们给截住了。3言2语就问出来了，你知道吗？村长都给他儿子在大城市买楼房了。这老小子可真能装。狗咬狗，一嘴毛，我听得差点笑出声，迫切想与人分享，连夜开着大货车直奔丈母娘家。听了我的讲述，他笑了2声，一本正经的道：“报个账吧，我给你钱，可不是让你去报复别人瞎开心的。”我听门外静悄悄，赶紧吧嗒亲了他一口，喜滋滋的汇报工作。抛去所有开销损耗，10吨葡萄，咱净赚1万。好老婆，多亏你借钱给我呀！每个月月末，货主直接就先扣掉1万运费顶债，剩下的我只留很少一点生活费，其余的都转给老婆了。这次如果不是他偷偷拿钱支持我，我连本钱都拿不出来。我跟他商量，以前出车都是空车回来，要是能顺路拉些当地的土特产回来，卖给市场里的批发商，倒是能多赚点。就是投入多，还得有固定的销售渠道，风险比较大。老婆沉思片刻，道：“钱的事儿量力而行，只要你摊子不要铺太大，就拿这笔钱周转着，问题应该不大。至于销售渠道，葡萄我可以帮你找我舅，不过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他凝视着我，柔声道：“我就是担心你连轴转，身体吃不消，咱们再想想别的方法吧。小伟，你说呢？”我心里涌起一阵暖流，摸着女儿的小手道：“老婆，你就别操心了，挣钱的事有我，你只要养好身子，照顾好孩子就行了。”我们从初中起就是同学，高2确定恋爱关系后，在一起已经整整10年。即便是我最困难的时候，她都没有离开我，而是义无反顾地嫁给我。跟我在一起后，她已经吃了太多本不用吃的苦，微山村乱成了一锅粥。赵大龙隔3差5就给我发条语音，搞得我跟他好像真是多少年的好兄弟一样。自从村长昧着良心赚村民钱的事被揭穿后，他就成了过街老鼠，连门都不敢出了。就连二道贩子去村里收葡萄，他也只是打发他老婆出面。赵大龙骂：“买卖是自己找上门来的，又不是他出去懒的，他凭啥从中挣钱？1斤2毛呀！”又谄媚地问：“兄弟，乡亲们托我给你带个话，问你还要不要葡萄了？他们给你留着呢。”放屁，那叫给我留着，分明是卖不出去。我没有揭穿他，而是半开玩笑半认真的道：“倒是有人跟我要，不过你也知道的，因为那车猪肉，我欠了人家30万，辛辛苦苦还了几个月，才还了3万，还背着车贷，哪有钱进货？”沉默许久，赵大龙才讪讪地开口：“小江，其实我也挺好奇的，你真就对我们没有一点意见？”我叹了口气，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把皮球踢给他。你说呢？赵大龙尬笑一声：“不瞒你说，兄弟，村长挑拨时，我也不是没怀疑过你，可后来看你也是实实在在做买卖，出的价也的确比别人高，我这才放心了。”果然，他背地里早打听过了。咱们是好兄弟，不瞒你说，我是这样想的，东西掉地上让人捡了，这也怪不着别人，对吧？我寻思你应该是想通这个理儿了。想通你爷爷的！我心里骂了一句。赵大龙忽然放低声音：“有句话我憋在心里很久了，老弟，其实我那天捡了不止1箱。”我没说话，等他继续。我捡了5箱，5箱，1箱50斤，按当时的批发价，5箱就是5000块钱呢，都够判刑了。他还算聪明，主动交代了。因为这些事，就算他有心继续隐瞒，可我相信微山村有的是人想告诉我。我沉默。要不我退你点钱？电话那边，赵大龙小心试探。我深呼吸一口，强压下心里的怒意，苦笑道：“30万的货，光你一个人退也没多大意思。”算了，我心里很清楚，他不是良心发现了，而是觉得我有利用价值，想讨好我罢了。真要让他退钱，他也未必肯退。赵大龙明显松了口气，继续之前的话题。我说：“我再跑2趟也不是不可以。”赵大龙马上拍马屁：“我就知道老弟有能耐。”我淡淡道：“不过果子大批量下来，肯定是要跌价的。正常，兄弟，你能给多少？”我想了想，1块4。赵大龙好像笑了一下，1块4就1块4吧，总比他们烂在地里强。我也算是对村民们有个交代了。俨然已经扛起了村长肩上的担子。虽然答应他会再跑2趟，但具体的收获时间与数量，我却一直没有最后敲定。其实以前那些个二道贩子照样还去微山村，只不过因为我上一次出的价高，村民们都一门心思想卖给我。有几户村民明明已经跟二道贩子说好了，却又临时反悔，非要等我。村里人一向爱跟风，一户看一户，都要等我。二道贩子记下他们的名字，说以后再也不跟这群言而无信的人打交道了。几十户人家的葡萄都开始飞，小黑虫眼看着是放不住了。赵大龙一天能给我打10几个电话。兄弟，行行好，
快点来拉一车吧！你要再不来，村民们都要吃了我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跟村民许诺的，我抽空回他一条信息：别总打电话骚扰我，我出车呢。万一注意力不集中撞了人，你负得起这个责吗？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居然又舔着逼脸求我。兄弟，不，我叫你声哥，你反正路过嘛，就过来拉一车，能咋地？我都被他气笑了。蠢货，谁说我路过他们那边了？几十户人家的葡萄都开始飞小黑虫，眼看着是放不住了。有的村民怨赵大龙忽悠他们，干脆趁半夜没人，把一筐一筐的烂葡萄都倒到了他家门口。赵大龙气得要死，又来催我。老大，你到底来不来啊？其实我本来是打算再拉一车的，但听说了这些事，我忽然临时改变主意。我为难地告诉他，哥，我这边资金有点紧，而且现在行情不好，不好脱手。我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后来我听说微山村的葡萄大量滞销，许多村民连买肥料的钱都没挣回来。赵大龙也很久都没联系我，因为有心顺路带货。我经过一番市场调研，才真正对水果批发市场有了一定了解。原来我们口中的二道贩子其实是一级批发商，不过是规模大小不一而已。我这种其实更接近一级批发商，真正的二道贩子是那些在批发市场上摆摊，把货批发给零售商、超市单位的。老婆皱眉，其实农民真的很不容易，绝大部分农民都是勤劳朴实又善良的。小伟，你说咱们就不能真正做到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扶农助农的同时，自己也能把事业做起来？我笑，有啊，搞直播呗。我只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老婆却放在了心上。好几次去丈母娘家看望他们母女俩，她不是若有所思地盯着我看，就是趁孩子睡觉看直播。我逗她，咋的？是不是觉得老公太帅，想让我出道？闭嘴，别打断我思路。老婆一声厉喝，我赶紧乖乖闭嘴。这一天，她终于说出她的计划。原来她打算开公司，进货、直播、发货，一条龙。她的热情瞬间点燃了我内心的创业梦。可冷静下来一想，我顿时又蔫了。这么大的摊子，得雇多少人，又得投入多少资金？老婆淡淡一笑，放你的心，有我呢。我心里嘀咕，自从开始休产假，他就辞职了，以前的积蓄又都贴补了我买车进货，他哪还有钱啊？我感觉他早就被我啃干了。我羞愧地看着老婆，老婆却盯着我左看右看，然后淡淡一笑，资金的事儿你别管，公司运营咱可以商量，不过主播这个职务可是非你莫属。虽然我知道自己长得帅，嘴皮子也溜，并且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可让我去直播就真的很别扭。要不我还是负责进货，这个我熟。老婆镇定自若的道，所谓人尽其才，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你。说干就干，我们的公司居然就这样开起来了。公司名称从我俩名字中各取一字，叫宏伟农产品商贸有限公司。对了，我老婆芳名齐明红。直到这个时候，我才发现老婆极具管理天分，同时也惊讶地发现丈人丈母娘虽然早几年就因经营遇到困境，把家里的食品加工厂盘出去了，没想到我们的启动资金，老两口居然还能提供出来。我主动提出，所有股份都归你名下，我只做一名普通职员，主业就是直播带货。刚开始我做直播还有些放不开，老婆鼓励我推销红豆要深情演绎。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顺便还要讲解红豆的药用价值，推销大米要朗诵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顺便科普一下有关大米产地的知识，出产地的风景名胜视频在背景里滚动播放。我的直播异常成功，直播间很快就有了100万粉丝，大家亲切地叫我小伟哥。得知我们是扶农助农项目，大家争先恐后的购买直播间推出的农产品，这些农产品物美价廉，粉丝们都非常认可。我们公司很快就步入正轨，开始盈利，而农民们不仅找到了稳定的销路，农产品单价也有了显著提高。年底时，好几个产地的县领导都上了直播间，对我们的工作做出了肯定与赞誉。我们公司的名片很快就打响了。许多地方的农民纷纷找上门，请我们帮忙推广他们的农产品。微山村也在平台留言，想让我们帮忙推销他们村的葡萄。被婉拒后，东山再起的村长竟直接拉了一卡车村民聚集在公司门口。这一年里发生了太多的事，我陆陆续续听说了不少微山村的八卦。自从村长被扒出来，赵大龙就蹦跶的挺欢，除了实在是不能直接顶替村长去镇上开会，他已经自动把村里的大事小情都揽到身上，说话也开始打官腔，还没正式上任就已经开始琢磨生财之道。村长的敛财秘密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他无法再效仿，只好另辟蹊径，开始收过路费。他纠集了8个年轻力壮的村民，把守在各个进村要道，并放出话去，凡是进村做买卖的都要收过路费，简直跟车匪路霸没区别。恐怕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村长可不是个省油的灯，早暗中留下证据，并说服证人，一举将赵大龙跟他那号称8大金刚的帮手一起送进了局子里。为了重新获得村民的信任，村长这才不惜奔波8、9个小时，带着一帮村民来挖掘售货渠道。我现在是公众人物，一言一行都得谨慎，以防被有心人曲解。村长也没绕弯子，直接开门见山说明来意。我说公司现在不打算经营水果，他仍不依不饶的道：小江啊，吃水不忘挖井人，你可不能过河拆桥啊！要不是卖葡萄赚到本钱，
你能开起这么大的公司来？一群村民开始七嘴八舌的提要求，我实在忍不下去了，刚要开口怼回去，老婆却出现在我身边，她示意我不要开口，然后笑吟吟的道：江小伟只是我们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大家提的这些要求，他一个都做不了主。村民们有些泄气，都看向村长。村长眯起眼睛打量着我老婆。你是公司领导，那我们找你也是一样的。老婆仍笑着，说出来的话却句句带刺。村长，我听说去年这个时候，江小伟出车送货，结果被后面的车撞了，车上的猪肉掉下去不少。你们村的村民不顾他哀求阻拦，当场抢了7吨猪肉，给他造成了30万的巨大损失。请问这是事实吗？村长脸色大变，向后退了一步，老婆逼近一步。后来他不计前嫌，去你们村高价收购葡萄，却被好几个村民拦住，差点还挨了打，这是不是事实？村民们脸色难看，开始互相抱怨。老婆冷笑：如果这些都是事实的话，你们又怎么有脸来找他帮忙呢？他当初求你们的时候，你们心软过一下吗？村长还想再干几年，为了影响他没有说话，而是暗地里煽动其他村民反驳。有个村民大着胆子问：我们微山村500多户人家，抢了猪肉的也只有那100多号人，凭啥大家要被他们连累？那你们当时为什么没有站出来自证清白？好了，我已经解释得够清楚，大伙儿赶紧散了吧，否则一会儿交警该来了。一个村民还不死心：我们错了还不行吗？老婆撇嘴冷笑：大叔，你今天之所以会低头，不是因为你意识到自己错了，而是因为有求于人。我说的对吗？另一个中年妇女大声质问：杀人不过头点地，我们都认错了，你还想咋的？老婆又是一声冷笑，厉声责问：你这是道歉的态度吗？更何况你们有权认错道歉，他也有权选择不接受不原谅。试问以德报怨，又何以报德？村民们畏畏缩缩，大气都不敢出。过了1-2分钟，他们灰溜溜地爬上了大卡车，一溜烟跑了。在一起这么多年，我竟从来不知道老婆画风可以如此犀利，完全不像平时那样温婉可人，可见她是已经隐忍了很久。不知什么时候，我的眼眶早已湿润了。傻子，还掉金豆子了？老婆拍了我一下，我破涕为笑。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发誓要用自己的生命好好的守护他。微山村铩羽而归后，生活似乎彻底恢复了平静。我们的宏伟农产品商贸项坐上了火箭，仅仅用了1年半的时间，就做成了全省首屈一指的助农标杆企业。老婆齐明红确实是个商业天才，她不仅把品控抓得死死的，还搞起了原产地溯源系统。每一箱发出去的水果、大米，扫一下码，连种植户叫啥、地在哪片山头都清清楚楚。至于我，彻底成了全网拥有500万粉丝的助农一哥。但树大招风，在这个圈子里，你动了别人的奶酪，别人就会要你的命。我们的崛起直接切断了本地最大的传统农产品批发巨头嘉恒农业的财路。这天刚下播，我灌了一大口水，还没来得及卸妆，老婆拿着一份报表走进了直播间，脸色阴沉。小伟，我们的供应链出问题了。我心里一咯噔，咋了？哪边的货源断了？老婆把报表往桌上一拍，不是断了，是有人在恶意截胡。清平县的蜜柚，安阳的富硒苹果，今天产地那边都打电话来违约，宁可赔双倍违约金，也不把货发给我们。嘉恒干的？我咬牙问道。嘉恒农业的老板叫刘金虎，是个黑白通吃的狠角色。之前他派人来公司提过收购，想用300万买断我们公司的全部渠道和账号。300万，打发叫花子呢。当时我连人带果篮一起给扔了出去。老婆揉了揉太阳穴，除了他还能有谁？刘金虎不仅劫我们的货源，还放出风去，谁敢给宏伟供货，就是跟他嘉恒作对。很多果农虽然感激我们，但毕竟惹不起地头蛇，只能妥协。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这招釜底抽薪，是想把我们困死在没有货源的绝境里。更让我没想到的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居然看到了一个阴魂不散的老熟人。几天后，我去市里的一家茶楼见一个潜在的供货商，刚上2楼，就瞥见走廊尽头的包厢门扮演着。透过缝隙，我看到微山村那个被撤职的前村长正点头哈腰的给坐在主位上的刘金虎倒茶。虎哥您放心，那小子我太了解了，只要你把这事交给我，保证让他那个什么破公司身败名裂。老村长那谄媚的嘴脸，比当年在我面前装死时还要恶心100倍。我推到拐角处，心跳微微加速。微山村这帮人又想搞什么名堂？回到家，我把在茶楼看到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老婆。齐明红听完，不仅没慌，反而轻轻冷笑了一声，眼里闪过一丝令人胆寒的光芒。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他们既然勾结在一起，肯定会从我们的核心业务直播带货上下手。接下来的半个月，公司陷入了无货可卖的窘境，直播间粉丝天天催更，而我们的冷库却渐渐空了。就在这时，一个意外的电话打了进来，是赵大龙。自从前村长被搞下台，他在村里也没落着好，之前收过路费进局子蹲了半个月，出来后老实了不少。小伟，不，江总，听说你们公司最近缺货，哥哥我这儿有批好货，解你的燃眉之急，要不要？我冷笑，你们微山村的葡萄免了吧，我可不敢收。不是葡萄，是红心猕猴桃，整整30吨，极苹果，
老村长，哦不，那个老家伙最近在村里到处收果子，说是要卖给嘉恒，但我偷偷扣下了一批。这老东西不仁，休怪我不义。江总，只要市场价80%，咋样？我刚想破口大骂让他滚，老婆却突然按住了我的手，冲我微微点了点头。我心领神会，语气一转，装作犹豫的样子。30吨，你确定果子没问题？现在嘉恒封杀我，你要是被他们发现了，以后在村里可混不下去。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我都揭不开锅了，还管他刘金虎？赵大龙信誓旦旦。挂了电话，我看向老婆，这孙子肯定在下套，30吨猕猴桃绝对有问题。当然有问题。老婆转身走到白板前，拿起马克笔画了几个圈。钱村长搭上刘金虎，赵大龙马上就背着钱村长给我们送低价优质果，这双黄唱的也就骗3岁小孩，那我们还收？收，不仅要收，还要大张旗鼓的收。老婆嘴角勾起一抹冷厉的弧度。既然他们想送证据上门，我们如果不把这口锅做成铁案砸回去，岂不是辜负了他们的一番苦心？交接货物的那天，我亲自带队去了微山村村口，30吨红心猕猴桃装了满满3大卡车。赵大龙满脸堆笑的迎上来，拍着胸脯保证绝对是第一茬的好果子。我让人随便抽检了几箱，表面上看确实个大饱满，品相极佳。但我老婆私底下早从第三方请了最权威的农检专家在公司仓库候着了。果子一拉回公司冷库，专家立刻进行了深度抽样化验，结果令人触目惊心。江总，这批果子表面被喷洒了过量的催红素和一种违禁防腐剂，虽然短期内死不了人，但一旦消费者食用，大概率会出现急性肠胃炎和上吐下泻的症状。专家指着化验单，眉头紧锁，我惊出一身冷汗。如果这30吨果子在我的直播间卖给那几百万信任我的粉丝，只要出现几10个食物中毒的案例，宏伟商贸的牌子就彻底砸了。我不但会倾家荡产，甚至还要背上刑事责任进去踩缝纫机。刘金虎和微山村这帮刁民，这是要对我赶尽杀绝啊！王八蛋！我一拳砸在冷库的铁门上，双眼血红。齐明红走过来，轻轻握住我的手，将一份刚刚打印出来的文件递给我，那是我们和赵大龙签署的购销合同，以及他私人账户收款的银行流水。急什么？好戏才刚刚开始，不仅要收，我们还要给足他们牌面。齐明红轻扣着桌面，有条不紊地开始布置。第一步，先稳住他们。财务那边马上把30吨猕猴桃的尾款按合同打给赵大龙，记住备注一定要写清楚，微山村助农专场采购款。我愣了一下，真给钱？那可是几10万。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老婆拍了拍我的肩膀，这笔钱是从公司公账走到赵大龙实名认证的银行卡里的，这就是铁证，证明我们是正常的商业采购，完全不知晓货物有毒，这叫提前切割法律风险。第二天，我们宏伟商贸的官方账号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里我眼眶通红，声音哽咽，向全网粉丝鞠躬致歉，坦言近期遭遇到行业内的恶意打压，导致多个助农品类断货。但在视频的最后，我话锋一转，激动地宣布，感谢微山村果农的雪中送炭，今晚8点，宏伟直播间将开启微山村红心猕猴桃决定反击专场，30吨极品果破冰价回馈家人们。这条视频一发，立刻冲上了平台热搜，粉丝们义愤填膺，纷纷留言要在晚上把直播间买爆，以实际行动支持我。而另一边，嘉恒农业的总裁办公室里却是一片欢腾。我安插在物流园的线人发来消息，刘金虎看完我的预告视频，高兴地多开了一瓶拉菲。钱村长和赵大龙也被奉为座上宾，几个人推杯换盏，提前庆祝我的死期。虎哥，您看我这招连环计绝吧？钱村长谄媚的声音透过线人的录音传到我耳朵里。只要江小伟今晚敢把这批毒果子卖出去，明天一早几千个投诉电话就能把市场监管局的门槛踏破。到时候咱们再找几个水军在网上一炒作，他江小伟就是谋财害命的奸商，牢底坐穿。赵大龙也跟着附和，那是，钱我也收了，果子他自己也验过了，出了事儿那是他自己品控不严，跟咱微山村可没半点关系。听着录音里那些丧心病狂的笑声，我捏紧了拳头，骨节咯咯作响。这群人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不仅要毁了我，甚至不惜拿成千上万老百姓的健康当筹码。生气了？齐明红倒了一杯温水递给我，省点力气，留到今晚的直播间。我已经和金针大队、食药环针支队以及市场监管局的主管领导通了气，所有的质检报告和交易录音都已经提前备案。他看着我，嘴角勾起一抹凌厉的笑意。今晚咱们不仅要清理门户，还要连根拔起。晚上7点55分，距离开播还有5分钟，直播间里已经涌进了30多万人，弹幕密密麻麻，全都在刷支持小伟哥，打倒恶势力。我坐在镜头前，深吸了一口气。今天的我没有穿平时那套亲切的休闲装，而是换上了一件笔挺的黑色衬衫，神色肃穆。8点整，直播正式开始，在线人数直线飙升，50万、80万，突破100万。我没有像往常那样热情地喊家人们，也没有拿出那套熟练的推销话术，我只是静静地注视着镜头，一言不发。弹幕察觉到了异样，为何怎么了？小伟哥呀，感觉气氛不对啊，是不是顶不住压力了？不管怎样，今天上什么我们买什么。足足沉默了1分钟，我缓缓从桌下端起一盘切开的红心猕猴桃，果肉鲜红透亮，汁水饱满，在灯光下诱人无比。各位朋友，
我的声音低沉而沙哑，在空旷的直播间里回荡。今天本来是我承诺带给大家微山村红心猕猴桃的日子，30吨，整整6万箱。我把果盘推向镜头，苦笑了一声，品相很好，对吧？看着就很甜，对吧？随后，我猛地抓起那盘果子，狠狠地砸在了地上，果汁四溅，红色的果肉像雪一样糊在地板上。直播间瞬间炸了锅，弹幕成倍数疯狂滚动，所有人都被我这一举动吓懵了。但我今天1箱都不会卖给你们。我猛地站起身，一把扯掉领口的扣子，从桌底抽出了一份盖着鲜红公章的文件，直接怼到了镜头最前方。因为这批果子有毒！我几乎是吼出了这句话，眼眶通红。这是市级权威农检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这批来自微山村的猕猴桃，表面被喷洒了严重超标的非法催红素和违纪防腐剂，人吃下去，轻则上吐下泻，重则不可逆的器官损伤。直播间的弹幕在经历了短暂的停滞后，彻底迎来了大爆发。卧槽，剧毒！微山村就是之前抢小伟哥猪肉的那个村，这哪是做生意，这是投毒杀人啊！我强压着怒火，拿出了第2个证据，一个 U 盘。有人为了搞垮我宏伟商贸，故意下这种手。为了垄断本地的农产品市场，不惜用这种卑劣手段，企图借我的手把毒果子卖给全网信任我的消费者。我点开音频，赵大龙那副贪婪的嘴脸，钱村长在茶楼里向刘金虎献祭的录音，一字不落地通过直播间传到了几百万人的耳朵里。这一下，不仅是粉丝愤怒了，全网都沸腾了。报警，赶紧报警！嘉恒农业刘金虎是吧？钱村长是吧？严惩这帮混蛋！小伟哥好样的，宁可赔钱也不坑粉丝，这才是良心企业。与此同时，在嘉恒农业的办公室里，原本正举着酒杯准备看好戏的刘金虎，看着直播间里的这一幕，脸色瞬间煞白，手里的高脚杯啪的一声砸在地上，摔得粉碎。阴我！刘金虎猛地站起来，一脚踹翻了茶几，指着钱村长的鼻子破口大骂：“你不是说他已经验过货，没发现问题吗？现在是什么情况？”钱村长吓得双腿一软，直接跌坐在地上，浑身筛糠般发抖。我不知道，赵大龙明明说一切顺利的，顺利什么？刘金虎一把揪住钱村长的衣领：“赶紧走，趁现在警察还没到，马上走！”可惜太迟了，砰！总裁办公室的大门被一脚踹开，几名全副武装的警察犹如神兵天将般冲了进来。警察都不许动！带队的警官出示了证件，目光冷厉地扫过屋内面如死灰的几人。你们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以及寻衅滋事、不正当商业竞争等数项罪名。现在依法对你们进行传唤。同一时间，还在微山村家里数着尾款、做着发财梦的赵大龙，也被破门而入的食药还针支队当场按倒在床上。我在直播间的屏幕上切出了另一路信号，那是我们在冷库外架设的监控画面。10几辆闪着警灯的执法车已经将我们存放毒猕猴桃的仓库重重包围，身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正在贴封条、取样、固定证据。各位朋友，我看着镜头，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浊气，仿佛要把这几年积压在心底的所有委屈和愤怒都吐干净。我江小伟是个老实人，但我不是个任人揉捏的软石子。1年前，我在这里跌倒，失去了几十万的货物，甚至没能见我母亲最后一面。我的声音微微颤抖，但却无比坚定。但我没有选择用违法的方式去报复。我成立这家公司就是为了证明，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一样可以站着把钱挣了。今天这场直播，我不卖一件商品，我只想告诉所有人，宏伟商贸的底线就是绝不辜负任何一份信任。这场直播成为了当年整个电商界最轰动的事件。直播结束后，我关掉镜头，瘫倒在椅子上，浑身上下就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一双温柔的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老婆齐明红站在我身后，轻轻为我揉捏着紧绷的肌肉。干得漂亮，江总。她低声说道。我握住她的手，将她拉进怀里，眼眶湿热。半个月后，案件侦破结果公布，刘金虎的嘉恒农业因为长期涉嫌垄断、打压同行，甚至使用非法添加剂等问题，被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全面查封。刘金虎本人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微山村那个满肚子坏水的钱村长，作为从犯和中间牵线人，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至于赵大龙，因为直接参与了有毒食品的运输和交易，涉案金额巨大，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宣判的那天，微山村的村民们炸了锅，他们终于意识到，那个一直挑唆他们、假装为他们出头的领头羊，其实一直在把他们往火坑里推。后来，微山村的现任村支书带着几个村民代表，亲自来到了我们公司楼下。他们没有再像以前那样叫嚣，而是送来了一面锦旗，并且深深地给我鞠了一躬。小江总，以前是我们村里人眼皮子浅，被人当枪使了，我们对不住你。新支书是个明白人。那30吨猕猴桃的事儿，也是大龙背着大家搞的。村里现在真的知道错了。您看，我没有接那面锦旗。我接受你们的道歉，但合作的事情以后再说吧。信任这东西打碎了很容易，想拼回去没那么简单。我没有选择彻底的原谅，也没有选择无底线的圣母。我有我的原则，也有我要保护的人。傍晚，我和齐明红牵着手走在回家的林荫道上，夕阳的余晖洒在她的发丝上，像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老婆，你说我们以后
还会遇到像微山村或者刘金虎这样的人吗？齐明红笑了笑，握紧了我的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坏人是抓不完的。他顿了顿，但只要我们在，宏伟就在。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一次，我们不再是孤军奋战了。